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1月10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392.95，收盘价是394.94。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02.50，最低价是在387.4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5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仍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7303.88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略有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月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反弹后的回档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出现了震荡，上方是在400关口遇到压力，下方是在390附近遇到支撑。在盘中股价一直是在这个区间内进行震荡，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部，与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基本持平，也就是量平。那收盘价呢，仍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我们也会看到较前一个交易日是继续量缩，那生成了一根典型的休息的 K 线。那日后股价呢将会有继续的下行，也就是说将会出现一根补量的下跌，目标是373，那支撑位呢是在380附近。那我们认为反弹的条件就是次日股价的收盘价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或者说是重新站上400关口，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才会有反弹的走势，否则呢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那我们也会看到在前2个交易日，也就是在1月6日和1月7日这2根 K 线，如果我们把它合并，这是一根实体长红 K 线。然后呢，在1月8日出现的是一根十字线，也就是休息的 K 线。那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出现大幅的下跌，那么将会出现1星2阴的下跌的K 线组合，那么股价呢将会有更进一步的下行。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日后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股价出现下行，那么日后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跌破373。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收盘价会在385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我们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一个是在398，另外一个是在420这个位置。对，也就是说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反弹。那实际呢，在1月8日收盘价是在394.94，股价呢是出现了一个横盘，也就是当日既没有出现反弹，也没有出现下行，而是生成了一根休息的 K 线。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日后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
对于1月1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373。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目前380，也就是1月3日这根实体长绿 K 线它的最低380将是强支撑。那么373如果被跌破呢，将会再次出现底底低，那也就是说，股价会继续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327，还有第三个目标下方的309。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反弹。我们刚刚说了，反弹的可能是次日股价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那么，我们说股价经历了这样反弹，然后回档之后啊，在1月6日这根 K 线，它已经是前高，已经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头部。但是由于1月8日继续生成一根休息的 K 线啊，所以我们还需要再等一根 K 线来确认上方的目标是否需要变换。那目前股价反弹的目标，第一个目标仍然是465。那么站上这个位置，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那么在到达它之前，除了各条均线值之外，那么428，也就是12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它将会成为一个强压力。当然，在1月10日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啊，在425附近，那么20日均线值也是反弹的强压力，也就是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的强压力。那么465如果被站上之后，第二个目标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488.54。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和上行。我们再来看，在1月10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400关口。我们会看到，在1月8日盘中，股价正是反弹到这个位置，而遇压出现反转向下。那么收盘价呢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部，那么对，也就是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基本持平。那么到了1月10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在390这个位置。390呢，它正好是1月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实际上呢，我们观察它的目的就是要关注这根休息 K 线最低387。那么我们取一个整数的关口，就是取390。在1月10日盘中，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好，这是我们关注390的理由。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在1月8日收盘价是在394.94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因为股价是继前一个交易日出现下跌之后出现的是横盘，那么收盘价并没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并且呢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多头是在技术上是不具备条件进场做多或者抢反弹的。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那么多头进场呢，我们只有等待股价收盘价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之后，甚至是20日均线值之后，我们才可以考虑K 线和成交量的信息，来考虑是否进场做多。好，这是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428，在这个位置。那么当然还有20日均线值。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373，这个位置被跌破，将会
继续延续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那么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所以空头的目标一定是373。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月1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400关口到402之间，在这个区域它包括前高。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408到410之间，在这个区域。第三个压力位是325到328之间，也就是20日均线值和这根 K 线的最高，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位。这是第三个压力位。第四个压力位是450整数关口，第五个压力位是465。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380。第二个支撑是373，第三个支撑是350，第四个支撑是327。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95。最低下方会回踩到380，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85附近。出现这样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9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那如果是反弹呢，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90，上方最高会到达405，收盘价会收在398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如果最高价到达了415，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将会收在410附近。出现这样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9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1月1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